太古坟冢入口处，这里聚集的势力最多。毕竟太古坟冢关闭之前，将待在外面观望的人全部吸了进来。这些人原本就是来看热闹的，根本不敢踏入太古坟冢，因此哪怕被强行带入这里，他们也根本不敢深入，依旧在入口处徘徊。不明真相的他们还盼望着入口开启，他们好就此离开此地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距离他们不远处，一个看着极不起眼的坟墓世界正在吸引浩浩荡荡的人马前来。因为这座坟墓世界便是第6颗星辰。我靠，真的是这个。靠近之后，王强发出感叹。其实在距离此地很远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通过手段观察过了。当时虽觉得普通，但又觉得可能是这个坟墓世界隐藏得太深，靠近之后认真观察便能看出端倪。可现在他们真的靠近，却依旧看不出此地有何特别，依旧十分普通，是那种可以看出这里一座坟墓，但坟墓里根本没有好东西，甚至是空壳的感觉。不会错，就是这里。楚风则十分确定，第6颗星辰的难度可能会高一些，也许会发生一些与之前不一样的情况，我们小心一些。楚风特意看向神会，毕竟他的手中还捏着可以帮他们逃离的传送大阵。楚风大人放心，神会道。于是众人皆是不敢大意，只是穿过结界层却是极为顺利。可当踏入这坟墓世界那一刻，楚风便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他们还没来得及认真观察这座坟墓世界，天空忽然变得血红，定睛望去，滚滚气焰翻腾。那可不是乌云，因为那气焰是血红之色，宛如鲜血所化，且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力量，是封锁阵法。楚风大人，传送大阵被隔绝了。神会手握符纸，也是面露自责之色，因为他感觉到这张符纸还可以催动，但阵法将无法发挥作用。而同样察觉到不妙的黄甫战天，则是直接提升修为，旋即手握神兵长枪，对着那红色气焰一枪刺出。轰隆隆，涟漪在红色气焰之外肆虐，可他红色气焰却完好无损。咋回事？是陷阱吗？黄甫战天也是眉头紧锁，因为此时的红色气焰虽然强大，可与这坟墓世界的气息明显不符，说明不是这坟墓世界内的力量。在那里，楚风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天际，而楚风这一看去，那片虚空一阵扭曲，旋即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等人的视线之中。此人身穿红色长袍，头戴红色斗笠，且身后还有着一道红色披风，而在那披风上面写着玉帅2字，狱宗之人。所有人感到意外，毕竟如此明显的衣着特征正是狱宗之人。可狱宗之人怎么会跑到这里？那恐怖的红色气焰又是否与狱宗的人有关系？宋云可还不待楚风等人询问，那位便率先开口，只不过他的目光则是落在了宋允身上，而那斗笠之下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。但除了已经出手的黄甫战天外，楚风等人明明还在隐藏阵法之中，对方却能清晰地看到自己，再加上那封锁天际的强大气焰，这让楚风意识到这位狱宗之人定然极强。夏侯大人，您怎么在这？宋云此刻也给出回应，装作一副好奇的姿态。但同时宋允的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等重要人物的耳中。此人名为夏侯爵，是狱宗新派派系的狱帅，他之前与狱宗诸多高层人物一同闭关，闭关之前便已是天神境，如今出来不知是否闭关成功，但若是成功，便可掌握狱鹰的力量，实力无法判断。在楚风等人接收到宋允提醒的同时，那位夏侯爵竟摘下了斗笠，露出了一张消瘦且惨白如鬼一般的脸，而这正是宋允所说的夏侯爵。而这夏侯爵的双眼同样有诡异的红色气焰升腾而出，能够发现他们，恐怕也与这红色气焰有关。那气焰与他自身气息也是不符，很像是外来之力。狱宗在时代初期便存在了，掌握着诸多强大的宝物，只是那些宝物需要足够强大的狱鹰才能催动，之前一直无法使用。现在看来，他很可能是此次闭关获得成功，对狱鹰的力量进一步掌握，已经可以催动那些宝物了。宋允的暗中提醒再度映入楚风等人耳帘。我刚刚出关，便恰巧看到这太古坟冢开启，便来凑个热闹。而说来也巧，我刚到这里，这太古坟冢的入口便强行关闭，若再迟一些，便进不来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命好，总之进入这里之后，
我便得到了太古坟冢的指示，要杀掉踏入此地的所有人。只要我做到了，便可以获得极大的好处。没想到，还真等来了人，并且来的人还不少。看来这好处确实是不小。夏侯爵说话的时候，竟带着些许笑意，而那个眼神就仿佛楚风等人是待宰的刀羊。搞了半天，是来伏击我们的。但是他怎么会知道我们会来这里？难道说他是阻止七星连珠，想献祭我等之人？王强说道。楚风则是不语，他也觉得事情很是蹊跷，分明有人早就知道他们的动向，但他不清楚，这真的是太古坟冢的指示，还是某个人的手段？夏侯大人，这是误会吧？宋允问道。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杀了你们我便有好处，换作是你要是不要？夏侯绝对宋允问。夏侯大人，这里有我的朋友，能否给我个面子？至于你说的好处，这太古坟冢处处是机缘，我等已掌握先机，完全可以加倍给你。宋允道。给你面子？宋允，你身为狱宗之人，如今不穿狱宗的衣服，却与这群人混在一起，你怕是已经叛离狱宗了吧？夏侯绝问。夏侯大人，这玩笑可不好笑，狱宗待我不薄，我宋允怎么会叛离狱宗？我其实就是受狱宗的命令，来到这太古坟冢。我与这些朋友在一起，也是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。宋允说道。宋允知道夏侯绝平日里很少管外面的事，再加上闭关已久，如今刚刚出关，应该消息闭塞，定然不知道他已经离开狱宗之事，所以想借着狱宗之人的身份，看能不能博得一线生机。呵呵，原来如此，你这丫头还真是神通广大，能结交这么多朋友。不过宋允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杀了你们，我将获得天大的机缘，就算你真是为狱宗做事，那你也将命丧于此。今日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，那便是我，夏侯绝。夏侯绝双眼微眯，尽显自信。他娘的，此人非要置我等于死地，还与他废什么话？干他娘的！黄甫战天忍不住了，一枪挥出，金色斩击将虚空都分为两半。可那斩击还未靠近夏侯绝，便消散开来，是夏侯绝的一缕威压。而这缕威压让所有人都感到绝望。他是四品天神。忽然，一股炙热的气息自天地的四面八方袭来，只是一瞬，许多人便已是汗如雨下，难以忍耐。察觉不妙，黄甫天族族长赶忙释放武力，神会也赶忙布下大阵，来抵挡着那炙热的气息。可哪怕如此，很多人还是难以忍受。干他娘的，这是什么鬼？我们这是在炼丹炉中吗？王强骂骂咧咧，却也难掩慌张，因为一眼望去，天上地下皆是有磅礴的火焰升起，这感觉他们确实像是丹炉之中。当真，世界为炉，这火焰与他无关。楚风眉头紧皱，夏侯绝身为四品天神，他的实力自然强悍无比，可这将整个世界化作火炉的手段，却并没有夏侯绝的气息。这火炉更像献祭大阵，本就属于太古坟冢的献祭大阵。再望向夏侯绝，发现夏侯绝面色不改，他并没有受到那火焰的影响。果然只是属实，这个意思是要将你们炼化。夏侯绝笑容越发狰狞得意，随后大袖一挥，磅礴的红色气焰化作数道箭矢，如暴雨一般向楚风等人飞射而来。可下一刻，那些气焰箭矢却如同撞到了无形墙壁，纷纷碎裂开来。就在众人不解之际，一片蕴含无数血红眼睛的黑色的气焰凭空而现，是那黑色气焰形成的墙壁，封锁天地。正是这黑色气焰于先前无形之时，便挡下了那些气焰箭矢。星王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星王的身上，所有人都看得出那是星王的手段。但最关键的是，此刻星王的气息不再是一品天神，而是四品天神。天神境提升3品修为，这一幕莫说是夏侯绝，就连楚风这边的一众高手也是大跌眼镜。难怪星王之前那般自信满满，原来他的真实实力并非可踏入3品天神，而是能够踏入4品天神。你是何人？夏侯绝凝声问道。他自然早就看见了星王，可先前也只是当成来自远古的妖族，并未放在眼里。但现在不同，对方一口气从1品天神提升到了4品天神，这等实力
他不得不郑重对待。我是何人，你不配知晓。新王说话间，将右臂伸直，掌心张开，旋即掌心之中竟钻出一根黑刺。黑刺很长，如同一把长枪，但明显不是简单的兵器，更像是新王身上的一个物件。黑刺出现，新王并未出手，而是将黑刺立于身旁。轰！猛然间，磅礴的黑色气焰冲天起，新王气势增强数倍。蝼蚁，确定要与本王为敌？新王看着夏侯爵，目光尽显轻蔑，那种眼神看得夏侯爵也是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你是小辈？夏侯爵再度凝声询问，这一点很是关键。他本身也是绝顶天才，可却也在狱宗扶持下修炼大半生，得无数机缘，才踏入这一境界。若对方真是小辈，那当下的差距可能不大，但未来差距必是天地之别。现在滚，留你一命。新王又道：夏侯爵大人，此人乃远古种族，其先辈在远古之时曾横扫远古，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。你若现在罢手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不然我狱宗都将因你今日之举而毁灭。宋云也是开口说道，因为他了解夏侯爵，夏侯爵不是那么容易害怕的人，他必须添油加醋，说的更多一些，才有可能让夏侯爵退缩。这么厉害？夏侯爵先是感叹一声，旋即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！他笑得异常疯狂，如同疯癫了。忽然，他收起笑容，面露狰狞，杀机毕露。若真是如此，那就更不能放你们走了。修武界向来弱肉强食，今日我拼命一搏，还有杀你的可能。但若真放你离开，那我日后才是真的必死无疑。话罢，夏侯爵双手一握，金简各自出现在其双手之上，那是神兵。很快，红色气焰自其体内溢出，将神兵缠绕，其战力于此刻大增。旋即，两把神兵面前交叉，随后猛然一挥，天地震荡，一只巨大的血色窟窿龇牙咧嘴的向楚风等人这边冲击而来。新王不语，而是大袖一挥，面前的黑色气焰便向血色窟窿冲击而去。天地摇晃，黑红两道气焰轰击到了一起，若非新王威压挡下，只是那涟漪便足以抹杀众人。好强！所有人都在感叹四品天神的威势。楚风，我可以信任你吧？可就在此刻，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，是新王。怎么了？楚风暗中询问。我只给你10日时间，10日之内你必须来救我。新王的暗中传音再度响起，旋即新王捏动法诀，瞬息之间消失不见，再度出现之时，已是那夏侯爵的身后。偷袭，防着你呢。夏侯爵似乎早有察觉，当新王出现的同时，他已回神将手中的神兵砍向新王，一击即中。可夏侯爵却愣住了，这才发现新王被击中的地方释放出了黑色气焰，那黑色气焰竟缠住了夏侯爵的神兵。以足秘技，耳无同劳。下一刻，磅礴的黑色气焰自新王体内喷涌而出，化作一个巨大的球体，将他与夏侯爵一同淹没其中。任凭夏侯爵使尽手段，却也无能为力。而也就在此同时，那自新王手中出现的黑刺则是动了，旋转着冲向天际。虚空之上，涟漪肆虐，黑红交织的气焰形成巨大的漩涡。而未过多久，那封锁世界的红色气焰便被黑刺被洞穿。新王这是舍身救我们啊？难道连他也打不过那夏侯爵？王强不解，毕竟新王的战力那般强大，同为4品天神，夏侯绝不可能是新王对手。但现在的手段明显是想与那夏侯绝鱼死网破。他的气息变了。楚风说道：啊，真的变了。这一刻，所有人察觉到那封锁住夏侯绝与新王的黑色气焰依旧强大，散发着4品天神的力量。可新王本身的气息却回到了1品天神。所有人都明白了，4品天神并非新王的正常水平，他是用特殊的手段才将修为提升到了4品天神，不仅无法长时间维持，也没有了之前3品天神时那近乎无敌的强大战力。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救楚风等人。神会等人心领神会，第一时间便带着楚风等人向世界之外飞掠而去。飞掠而出时，楚风刚好看到了那根黑刺，4式耗尽力量，原本长枪一般的黑刺此时只有胡萝卜大小，
且毫无力量可言。楚风将黑刺抓到手中，回头看向那正在新王方向。新王，你坚持住，10日之内，我定会救你。